我們今天講第6味藥朮這個藥在《本草經》裡它只記載了一個字就是朮但是我們今天常用的這個朮其實有2種，一個叫做白朮，一個叫蒼朮那因為古時候的這個本草裡面它沒有特別的區分是哪一種，是直到這個宋代以後大家才分別這個白朮跟蒼朮不過好在呢，這個白朮跟蒼朮它們在功效上面有很多共同點，只是說它們的偏重不太一樣。不過呢，我自己个人認為，從這個《本草經》它的記載來說這個記載的朮比較像是蒼朮。為什麼？主要是有2點，因為這個後世認為這白朮它有補益的效果有補的作用，而這個蒼朮它的補的效果會差一點如果是我們看這個《本草經》裡面一般如果是有補的作用的藥它都會被歸類為這個甘味的家族。比如說我們之前講這個人參甘草地黃這些都是甘味的。但是大家看這個《本草經》裡面講朮它是記載是味苦苦味，而我們說這個苦味它主要是一個功的，有一種瀉的作用所以它可能是偏向於蒼朮這類的。那另外我們從這個記載的功效來看的話，也可以看出來，比如說這個有補益的藥一般都會有這些補的這個字眼，比如說這個花絲益精氣地黃這個填骨髓長肌肉人參這些講補五臟還有甘草長肌肉臂力這些那我們一看就知道它有補的作用，是吧？而我們回頭看這個朮這個味藥裡面它功效沒有提到這些字眼是完全看不出它是有補的作用所以我們猜測呢，這個《本草經》記載的應該是蒼朮。那我們接着看這個原文，叫做味苦溫苦味家朮我們就知道這個朮蒼朮呢，它有這個攻伐的力量比較瀉一點。而我們講苦味的藥它一般都可以清熱因為藥性偏寒嘛，苦寒。但是這個藥特別，它不是寒的，它是溫的它是苦溫這個我們猜測應該是跟它這個芳香油有關係。它芳香油很厚重，我們遠遠就可以聞到那個味道。那一般這個油脂厚的藥它的藥性都是偏溫的比如說我們這個有一個藥是杏仁，是吧？杏仁也是苦溫的因為杏仁也是油脂很豐富。大家知道我們中醫是用這個藥物的偏性來治病，是吧？所以我們從這個藥物的性味其實也可以推導出這個藥它有什麼作用。比如說我們講這個溫，它可以去寒；那苦呢，它可以去濕。所以這個苦溫的藥它就可以治療這個寒濕的疾病那麼這個性味歸類有什麼作用比如我們講我們去了一個新的國家怎麼可能這個國家它沒有藥可以用，我們沒有認識的藥，那怎麼辦？那我們可以根據這個性味它推測出來比如說我們沒有蒼朮怎麼辦？我們可以找類似苦溫的藥比如說我們講陳皮可以不可以陳皮有類似的功效刚剛陳皮它的味道是苦的，然後它的那個芳香油它的油脂也是蠻豐富的所以它性質是溫，它也可以治療這個寒濕病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子推導又有這個新的藥用了再來就是呢，有些人會說這中醫它沒有藥用了藥物的這個品質越來越差臨床治療不好，那怎麼辦如果甚至是說我們找不到我們想要用的藥怎麼辦那我們也可以根据這個性味來找類似的比如講我們沒有蒼朮，那我們可以用陳皮來代替吧，是吧所以中醫它是很靈活的它不是說死一定要少了這個藥真的是不行也不是說這樣所以真正的好的會用藥的醫生他是所有東西都可以變成他自己的武器他可以很靈活的使用，去到哪裡都不會怕沒有藥用好，那我們來看功效。教主風寒濕痹，死肌靜膽止汗除熱消食作堅耳。主風寒濕痹，這個痹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關節炎關節之類的疾病，像我們風濕類風濕這種那麼這個關節呢還包括我們的脊椎這關節比如說我們的頸椎還有我們的腰椎髖關節還有這個肩膀肩關節這個都是一樣的它能有這個作用那古代認為呢，這個關節炎是這個風寒濕導致的，這在《黃帝內經》裡就有明確的記載，叫做風寒濕三氣雜合而為痹三氣雜合成為這個痹痛痹症那再來就是死肌，這個死肌很形
形象，什麼意思？就是講這個肌肉它的感覺還有它的這個作用失靈了，好像這個死掉了一樣，這個肌肉死掉了一樣，不聽使喚了。而且最重要還講什麼痙了這個痙是痙攣，我們講痙攣了是吧？這痙就是講肌肉它僵硬強直了好像這個人死掉，大家我們知道人過世之後那肌肉會變僵硬是吧？所以用這個死肌，用這個痙來代表這個肌肉僵硬。那麼這些症狀呢，一般都是伴隨着關節炎出現的。我們講的風濕類風濕甚至肌肉纖維痛這些病人都會有見到的那就說明這個蒼朮對於這個肌肉關節的這個疾病的效果還是不錯的從現代的研究角度來講，就講它有這個消炎、消腫、止痛的作用好，那我們接着看呢，《本草經》叫膽叫膽，應該叫膽。這個膽呢，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黃疸就是因為這個肝膽代謝膽紅素它失常了，那個膽紅素它逆流進入血液，然後再從血液呢又泛溢到我們的這個肌膚所以就出現在病人身上看起來泛黄這樣子的情況那麼這種情況呢，中醫它一般會用這個對肝膽有保護作用的藥比較敏感的药比如說這個茵陳菊花、蒲公英這些那麼這些药它都有一個共性就是它都是菊科的植物大家知道蒼朮也是菊科的，為什麼說菊科的植物对这肝膽疾病的效果更好現在研究發現肝臟它是儲存這個維生素 A 主要的這個器官這個維生素 A 作用很重要這個維生素 A 的作用很重要，它能夠減少自由基对肝臟的傷害並且可以抑制這個增生，幫助肝細胞修復尤其我們知道肝臟是解毒的器官，所以它很容易受傷害所以這個維生素 A 對它就有保護的作用。而恰好呢，很多的菊科植物它大部分都含有這個豐富的貝塔胡蘿蔔素在人體呢，這個貝塔胡蘿蔔素它可以轉化為這個維生素 A 所以有這個作用。所以中醫它裡面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就是這個肝臟和眼睛它有密切的關係我們說的肝主目肝主筋是吧？所以大家知道這個維生素 A 它對眼睛的視力好而剛好呢，肝臟就是最大這個維生素 A 的儲存庫，它可以調節這個維生素 A 的使用。所以換句話說呢，這個視力不好的人容易得肝病那有肝病的人呢，视力也可能不好因為這個肝臟保護因子它維生素 A 少了嘛，所以不管是肝臟還是因為這個眼睛它的功能都会下降所以我們可以這樣推測出來是吧？那麼中醫還把這個黃疸呢分了這個陰陽就偏熱的呢就用茵陳、菊花這類偏涼的藥叫做陽黃，那麼如果是偏涼的偏寒的，那就用這個蒼朮、艾葉這類藥比較溫熱的就屬於陰黃了好，那我們接着看這個《本草經》叫止汗除熱，這個出現的就有點突然了因為很多疾病都會引起這個發熱出汗所以比如說這個肝臟發炎消化道發炎還是這個關節炎、風濕類風濕，其實都會出現這個症狀。這些呢，這個蒼朮都可以治療那麼這裡呢有意思的是蒼朮它雖然是溫的，但是可以除热這個大家覺得很奇怪，它溫熱的藥還可以除熱是吧？一般中醫都比較好理解是什麼？就是寒來去熱熱來去寒是吧？就好像用水來滅火一個道理但是溫熱怎麼可以滅火呢不是說火上澆油吧是吧？這個就很有意思中醫裡面有一句話叫做甘溫除大熱甘溫的藥可以除掉病人的大熱。這個呢是出自這個金元時期李杲的名方李東垣補中益氣湯是吧？大家肯定聽過。那麼這個大熱呢和蒼朮的除熱是一個意思，講的是病人這個發熱發燒講這個蒼朮可以退燒。這裡出現的問題是，大家很容易把這個中醫講的熱症跟這個發燒劃等號，覺得是一回事，其實不是發燒它是症狀不管你是體質強還是體質弱的人他都會出現發燒的但是體質強的呢，我們可以用這個冷水滅火的方式用寒涼藥是吧？但是如果你体質弱的人你就不可以給他泼冷水，你給他泼冷水的話他就受不了了可能所以我們要慎用這個寒涼的药。反正我们要用什麼？用小火加熱用一些甘溫的藥給病人加強體質，你體質好過後那個病好了，那個發燒自然就退了是吧？
所以呢，那麼還有一種寒熱啊，就和這個病原體有關。比如說我們講細菌引起的感染，一般這個局部發炎很嚴重，紅腫熱痛很嚴重，那病人會出現熱症，那我們就要用一些寒涼的藥。那如果是這個病毒啊，它引起的全身症狀比較嚴重，它一般的局部的這個紅腫熱痛不明顯，那麼怎麼辦？我們就用這個不能亂用這個寒涼藥，我們就要用熱藥，幫助人體全身的產熱，通過發燒呢來抑制這個病毒有這個說法。當然，這具體的落實到病人身上啊，那個情況是比較複雜的有可能有時候病毒跟細菌一起有那麼這個呢，大家可以看看我們《傷寒論》的系列課程，我們都有詳細的談到好，那我們接着看這個《本草經》，叫消食作堅而。這個蒼朮呢，它就有消食、幫助消化的作用，所以一些有這個胃腸病的人我們都會用到蒼朮中醫叫做有濕氣蒼朮可以祛濕所以古代有一個習慣，就是作堅而，就是講我們做一些方便服用的零食，這樣子零嘴好像製成丸藥熬成膏這樣子。那古代的修行人就有這個習慣用它來幫助修行，好像說有時候他們屁股不吃飯那就會吃這個丸藥有這樣的說法。好，那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點呢，就是講這個中藥性味的總結，是學藥的重點，而且我們一定要舉一反三。比如說一個食物放在你面前你沒有吃過，但是你可以推導出它有什麼功效什麼疾病可以用那第二點就是蒼朮對這個關節病還有肝膽疾病的效果好，然後很多經方裡面都會提到我們以後再說而且中醫總結的這個很多經驗其實都很可靠，慢慢也會被這個現代醫學證實了比如說這肝和眼睛的關係是吧，可能跟這個維生素 A 有關所以大家不能輕視這古人的東西也不能不接受這個新的這個科學的研究我們要結合來看，反而可以更加凸顯這個中醫的這個智慧古人的這個智慧那麼第三點就是說，這個中醫對病人發燒這個情況，它絕對不是簡單的退燒，而是要考慮這個病人的體質，還有這個病原體的這個影響程度那麼這一系列情況呢，我們才可以這個下手治療那單方面看人體或者是看病原體其實都是不正確的一定要都重视都重视起來。那麼这個經驗呢，目前是現代醫學它沒有辦法複製的，因為這個理論是特別的龐大的，而且呢，現代醫學也找不到更好的辦法發燒就退燒，細菌就抗生素這些方法。那麼呢，我們估計後來未來這個抗生素它慢慢會失效病原體越來越強大，越來越變異，然後這個新的抗生素又來不及發明，那麼中醫它主導治療感染的經驗呢，就應該會再次的崛起了應該會再次崛起所以我們講這個傷寒論也是未雨綢繆我們先學起來，那麼呢要用的時候呢，我們就不會手忙腳亂了好，那我們今天視頻先到這裡如果喜歡我們的視頻呢，可以訂閱按讚，把視頻分享出去。那如果有經驗呢或者是看法呢可以分享。那我們下次再見好。